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唐韵。最近整个娱乐圈都在颤抖，歌后珍妮爆出遭威胁，她怒骂臭宠，放话说要我闭嘴没那么容易。就在网友的一片怒吼声中，于朦胧事件是彻底炸裂，从网络追凶、烛光悼念到幕后大佬被接连的点名，这场风暴早就不是一桩娱乐新闻了，而是一场全民的觉醒。就在真相被层层掩盖的同时，新的疑点又被挖出来了。案发现场疑似动过手脚，证人称当晚并没有急救车，还有人爆料有几位影视与金融圈的顶级人脉正被怀疑牵涉其中。这背后到底是谁在操盘呢？更诡异的是，大家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邓伦，那位从巅峰一夜跌落的男星。有人说他是幸存者，也有人怀疑他是被提前保护的人。如果他当年没有被封杀，今天的悲剧主角会不会就是他呢？邓伦这个名字几年前几乎代表了中国偶像产业的巅峰。他凭借着电视剧《花非花，雾非雾》走红，之后主演了15年等待候鸟，因为遇见你，一路从青春偶像变成了国民的男神。在2017年连续出演了《欢乐颂2》《楚乔传》，人气暴涨。2018年香蜜沉沉烬如霜，更让他一举封顶，连续3年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在2020年，他甚至住进上海杜莎夫人的蜡像馆，成为少数能与周杰伦、刘德华并列的年轻一代明星。然而，在2022年3月，一纸税务公告让他从顶流瞬间消失。官方称他逃漏税，重罚了1.06亿人民币。但奇怪的是，并没有庭审，也没有律师声明，没有任何的后续，所有的节目、广告、社交账号一夜之间全都被清空了。有网友说，这不是逃税，这是借口。也有人写道，他只是拒绝了潜规则，结果呢就被整得无法翻身。还有人感慨说他是幸运的，退圈总比被灭口强。那时人们只觉得他倒霉，直到于朦胧事件爆发，大家才突然意识到，原来这样的消失或许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警告。幸运的是，邓伦至少他还活着，但有些人却可能是永远的消失了。我们之前提过的女星吕佳蓉，在发出如果我明天不在就和乔任梁一样的血手照后，人间蒸发了6年，她的悲鸣至今无人回应。就在这样一个充满潜规则和血腥的行业里，于朦胧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从他身边的朋友点滴回忆当中我们为大家拼凑出来了一个善良、节俭却又充满勇气的灵魂。他的好友歌手居莱提给他写了一首歌，你在听吗？歌词中回忆道，当时的我们是如此快乐，当时的你是那样温柔，每当气你就抱着枕头，最后的信息停留在等我。当居莱提唱到最后的讯息停留在等我时， MV 出现手机上的聊天记录截屏，似乎是于朦胧生前传来的最后信息，写着么么等我。两个人的深厚感情，居莱提的浓浓哀思，瞬间令无数粉丝泪流不止。就在这首 MV 当中，居莱提堆起一叠石头为他祈福，这种堆起的石堆叫做玛尼堆，它是西藏文化的一部分。藏民自古信仰万物有灵，认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飞禽鸟兽等一切万物都具有灵魂，石头同样是具有生命力的，并将真言经文刻在石头上。此外呢，也有眼尖的网友发现，这首歌上线的时间是6号的15点，正好和于朦胧生日6月15号相符，引来粉丝泪喊615是萌萌的生日，懂得都懂，谢谢你还记得他，他会听到的。
朋友们，接下来是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大视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的团队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来源的 IP， 也知道你要连去哪里。这就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它采用的是一种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的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传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是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没有办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它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非常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您可以享受65折优惠，请输入我们节目专属的优惠码大时局拼音，再打9折。30天内如果您不满意，我们会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请您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好，回到正题，我们再说说于朦胧。他的另外一位好友，在《新白娘子传奇》当中饰演他姐夫的演员李林，在事发后不惧压力，坚持为他操办头七、二七法事。在前往北京西山白瀑寺为于朦胧超度的视频中，李林几乎哽咽，眼眶泛红，他甚至不敢提于朦胧的名字，只说我的好朋友，希望他能够得到解脱。直到最后写超度牌位时，才轻轻地念出了朦胧的名字。他还曾发文引用北京曲剧的唱段，流干了泪，痛碎了心，冲天怨气化作雨云，也拨不开恶雾重重，掩盖着红日一轮，字字泣血，暗喻着真相被权力掩盖。而还有一位台湾的女星叫做徐千金，她回忆起和于朦胧一起拍戏的日子时说，她很阳光又很体贴，完全没有架子，是一个会主动关心小演员的巨星。她也证实，中国演艺圈的潜规则非常严重，甚至爆料很多都是男生对男生。台湾资深女星李芳文也分享她的经历，说曾经被直接询问是要选择陪睡呢，还是陪喝酒，证实了圈内的黑暗面。于朦胧本人生活其实是非常节俭的，她穿的是200块人民币的棉服，睡在非常简陋的小房间里。更有人注意到，她一直都用着有线耳机，被怀疑经济能力受到了公司的严格限制，但她却把省下来的钱都用来做公益。中秋佳节，一位台湾的网友在棒球场点播了歌曲《月朦胧鸟朦胧》。这位网友在 Thread 上发帖说，虽然我不是他的粉丝，可是对他是相当熟悉的。还非常巧的，2019年7月，我还去过他的家乡新疆乌鲁木齐旅行。自从9月11号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消息，除了每天被台湾团结的铲子超人暖裤外，就是被他像洋葱一层一层被扒开，却越扒越干净的无私奉献给逼哭了好几次。这样的才华横溢，如此善良，还唱歌超好听，被雪藏了这么多年，有志不能伸，现在竟然连命都赔上了。他到生命最后一刻都还没有放弃对生命的热爱，好难过。最近夜深人静，心情真的很是好低落。除了参与联署，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月圆人团圆的日子，点播这首《月朦胧鸟朦胧》，送给已经去当天使的他，也送给大家，愿他安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却遭受了最残酷的对待。有网友曾经发现，他生前的一段直播画面中，手指有明显的淤青和肿胀。
网友怀疑他可能是被施加了古代夹手指的那种刑具。一位自称是北京公安系统人员的网友也发帖表示，这起事件的情况相当诡异，案发现场的金属纱窗用手根本不可能撕开，只能是用工具割开的。而现场的情况显示，死者的脸部是严重受损，并不像是单纯从6楼坠下来的样子。而且当警车赶到后，并没有急救车同步到现场。他还说自己也很无奈，身在体制内只能服从指令，上面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走完流程就把人带走结案。就在网民们持续挖掘案件真相的时候，一张来自4年前的知乎留言截图，在海外社交平台引发了舆论的剧烈沸腾。这则留言发布的日期标注是2021年9月11号，上面写道：天命，4年后的今天，朦胧飞升，到时便可知此意。朋友们，你们意识到这有多恐怖吗？4年后的这一天，2025年9月11号，刚好就是于朦胧离世的日子，日期是完全吻合啊！这仿佛是一个早就写好的剧本，一场被精准执行的献祭仪式。这可不是空穴来风。有评论员王笃然先生惊人地发现，于朦胧案的主嫌编剧吉光光也叫李明，在他最近上映的一部电视剧《于禁长安》当中，就原创了一段小说原著里并没有的情节。剧中的太子从小就是被皇帝选中，用来替皇上挡灾的，他的离世就是一场被安排好的应节之法。一个在无神论国家长大的编剧，为什么会对这种命格献祭的情节是情有独钟呢？王笃然分析，吉光光本人虽然被传是李鹏孙子，但是以他的财力、住所的档次，都与真正的顶级太子党有差距。他的住宅虽然高档，但只是千万级别，并没有顶级的地段。他的18只劳力士手表收藏总价值也就数百万元，远没有达到中共贪官动辄上亿的层级。更关键的是，真正的太子党他们非常讲究风水，绝不会让自己的住宅卷入负面事件，成为凶案现场，因为那就意味着资产贬值和运势破损。吉光光的行为不像主子，更像是为皇上挡灾的奴才。他不仅仅把剧本写成了献祭，也可能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了献祭的一部分。而于朦胧呢，就成了这场献祭中最无辜、最惨烈的牺牲品。他离世的日期恰逢911事件的纪念日，而他的生日6月15号又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同一天。这诸多的巧合，让他被献祭、给习近平续命的说法，现在在网上是不胫而走。面对案件透出的种种诡异及黑幕重重，虽然官方是强力封锁，但正义的声音从未熄灭。资深歌后珍妮连日来持续发声，怒斥那些作恶者是臭虫。她说，有人要她闭嘴，但是她强硬回应，要我闭嘴很简单，你拿点实质的本事超越我，我立刻收声不存在。她呼吁大家别走开，持续关注，直到那些动手的恶魔被处理。她还爆料，另一位当红男星肖战也已经被闲事大佬盯上了，前途堪忧啊！这种觉醒正在中国民间蔓延。一位医美的医生分享说，他看到一场警察为北京拉观光的直播，结果呢，留言区全都是网友们的阴阳式的讽刺，比如还有自由落体、极限蹦迪，我不敢玩，这行程是单程票吗？有去无回，去了是北票，回来变阿票，37岁适合去吗？这位医生感慨地说，那些网友不是在开玩笑，而是在冒着风险说出不能说的话。蒙蒙的冤屈还在回荡，但看到这些留言，我知道他没有白走，这场觉醒正在内外网静静地蔓延。这场全民追凶
最终将矛头指向了中共最核心的权贵家族，还有他们掌控的庞大的黑色产业链。自媒体人李牧阳先生根据网友的爆料，对几位核心嫌疑人进行了深入的背景调查。我们先来看看汪于岑，这位自称是于朦胧的好友，却在被问及狗狗照片时瞬间破防。他被证实是天娱影视策划部的高级经理，与宋伊人、高泰宇、范世琦都是好友，还有一位叫吴某，也就是吴刚。这位被很多人忽略的私募金融大佬，被证实是近100家空壳公司的控制人。他注册的电话和于朦胧工作室是完全相同，很可能是控制于朦胧进行跨境洗钱的关键人物之一。蔡义全这个名字背后是一个庞大的涉及国防后勤保障的国有独资企业网络。他名下的福建军保后勤保障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是1500万人民币，员工人数是0，被认为是走私军火、洗黑钱的绝佳工具。而蔡义全与被传是蔡奇私生子的蔡以佳不仅是同乡，还有合影，关系匪浅。李牧阳先生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合理的推断，在蔡奇的权势支持下，蔡义全从事军火买卖的非法行为，并通过蔡奇的另一个儿子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芒果超媒实控人兼董事长蔡怀军控制天娱传媒，把旗下艺人的名字悄悄地注册成军火相关的商标，而于朦胧等艺人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这些红色家族的背锅侠。这条完整的证据链解释了从军火商标到洗钱网络，再到官方不惜一切代价封锁消息的所有疑点。于朦胧的离世不仅仅是一场娱乐圈的悲剧，更是中共顶层权贵家族为了掩盖其滔天罪行而进行的一场冷血的灭口行动。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